万万没有想到，原来苦瓜和茶叶搭配在一起作用居然这么厉害。试了3天真不错，方法简单，谁用谁知道。只可惜知晓的人并不多。下面就跟着视频来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苦瓜不仅是我们平常食用的蔬菜，其实它也是一种中药，中药名为葫芦科。苦瓜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极其丰富的，主要含有高纤维、铁和钾以及维生素等。它的吃法也多种多样，可以做汤、凉拌、榨汁以及炒着吃，比较适合广泛人群食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根据个人体质选择合适的食用方法。今天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一种苦瓜的不同吃法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首先把苦瓜放入盆中，加入一些清水，然后把苦瓜翻腾几下，把它表面全部打湿。接下来在苦瓜表面撒入一些食盐，因为苦瓜在生长过程中也难免沾染许多灰尘，甚至有许多不明虫类在上面爬来爬去，因此我们在食用之前一定要将它清洗干净。而食盐不仅有清洁功能，还有一定的消毒杀菌作用，所以用食盐来清洗苦瓜是最好的选择。把整个苦瓜均匀地用食盐搓洗一遍，然后用水把表面残留的食盐给冲洗干净，这样清洗出来的苦瓜，我们吃起来才会更加的健康，也更加的放心。把苦瓜洗干净之后，将它放入菜板，再把苦瓜的首尾给切掉，因为首尾它会影响我们的口感。最后把苦瓜切成圆圈，它中间的苦瓜瓤和苦瓜籽咱们这里不需要去掉。虽然说它们是苦瓜中苦味的重要来源，但是也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将它剥出，直接将苦瓜切成圆圈状就可以了。苦瓜切好之后，先把它放入锅中，接下来准备一小把茶叶，把茶叶中倒入一些水清洗一下，因为茶叶在生长过程中、采摘过程中，以致炒制茶叶的过程和收买过程中没有经过任何处理，所以我们在喝茶泡茶的时候都会把第一次水给倒掉，因为第一次水也被称作洗茶水，所以在食用茶叶之前，我们也要将它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灰尘清洗掉即可。洗好之后，用漏勺把茶叶捞出，最后把茶叶也倒入锅中，再加入适量的纯净水或者山泉水，这里我们不要用自来水，否则会影响口感。然后盖上锅盖，先用大火把锅里的茶和苦瓜煮开。锅里煮开以后，我们再转小火煮上10分钟左右，让茶叶和苦瓜的营养价值释放得更加充分。时间到了以后，我们先把火关掉，因为我们用的是砂锅，在高温的状态下，它的锅盖是特别的烫，所以在揭锅盖时一定要用毛巾包起来，以免烫伤。揭开锅的一瞬间，茶叶的味道以及苦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盛出一勺看一看，颜色已经变得非常浓了，这就说明苦瓜和茶叶中的营养已经全部煮至水中。这样一个简单的茶叶苦瓜水就已经煮好了，咱们盛出，倒入杯中就可以饮用了。当然，如果怕苦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往里面加入一些冰糖或者
白糖、蜂蜜都可以，因为苦瓜和茶叶味道都偏苦。在这里我加入一勺白糖进去，然后把白糖搅拌至融化就可以饮用了。别看苦瓜和茶叶这两种食材简单，制作方法也简单，但是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。每天喝上一杯这样的水煮苦瓜茶，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过后，你就会有大大的惊喜与发现哦，而且口感相当不错，有苦瓜的清香味，有茶叶的浓香味，还有白糖的微微甜哦。喝上第一口，你就会感觉有点苦，喝上第二口，苦中就透着甜了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把煮好的苦瓜茶叶水倒入盆中，棒子不烫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洗手。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相信有许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苦瓜煮茶叶的作用了。那么欢迎在下方评论区里面分享出来，希望可以让更多的朋友知道，因为这不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还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这里是鹏鹏美食坊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